大家好啊，我是优步。关于佛教的许多道理和方法啊，我们已经非常的熟悉了。今天啊，我们讲一下如何在观和行上去着手，也就是如何做观想，如何去着手。于观行，我们知道观有观察、关照的意思，而行呢，则是修行或者行为。换句话来说，观察、关照的修养行为就叫做观行。所以观行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一种修养的下手功夫。我们今天啊，讲一讲什么叫做如幻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幻啊是一种幻觉，而不是幻想。于幻觉呢，我们要如何去做观想呢？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有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看天花板，时间久了，天花板上会出现各种纹路，猛地一看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的，而且啊，我们越看越像什么什么什么的。其实啊，这一切都是幻觉，是以自我意识编织而成的。那么为什么既然是幻觉，我们还要来做观行呢？这么说好了，好比有个人皮肤很好，猛一看好像很漂亮，但是仔细一看却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因为完全是我们对皮肤白净的一种幻想，甚至把不好的都变成好的了。这是因为幻觉而产生出对好坏的分别。但是那些专门从事摄影技术的人啊，他们就不会看一个人皮肤和五官的好坏，他们只看这个人上不上镜。其实啊，有很多人可能五官差了一点，但是他轮廓分明，我们运用化妆技巧就可以让他很上镜。可是卸了妆之后啊，他并不好看。好比我们观众遇到了某位艺人、明星或者歌星本人，说不定啊就会有这种被骗了的感觉。有的人感觉，咦，这个人好像比电影上还好看。还有的人则会说啊，电影上的那个人怎么不像你呢？其实啊，他是不好意思说，电影上你那么好看，事实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其实啊，这些都是所谓的幻觉造成。我们再举个例子，人呢会有一种幻觉，尤其生活在紧张、压力大的环境之下，更容易产生幻觉。比如脑袋里面经常有一种声音，或者有什么声音在跟他说话。其实啊，这都是幻觉。用科学的说法啊，就是耳鸣。通常一个人会耳鸣，大部分是因为脑神经衰弱，平常不去注意倒也无妨。如果你仔细去听，真的好像有人在跟你说话。但事实上不一定只有脑神经衰弱才会形成耳鸣的病态，有时你太过疲倦或者便秘也会耳鸣。所以造成耳鸣的原因有很多，如果把这些病态消除了，你就不会再耳鸣了。尤其是一些肝火和肾火旺的人啊，很容易使脑神经产生错乱。从病理学家的信息可以看到，差不多神经方面有点问题的人都是肝火肾火旺，而且最容易便秘。所以便秘时间长的人啊，也比较容易产生幻觉。所以观想就是教我们去探讨，好比人都有五欲，财色名食睡。以财来说，有人认为自己很有钱，假使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看啊，现在的100块钱的购买力可能还没有60年代的1块钱的购买力多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是100块钱多还是1块钱多呢？我们再看看什么叫做钱。有人说硬币或者纸币
红色的100块钱的毛爷爷叫做钱。那么银行卡是不是也可以提钱呢？或者写一个凭据，或者开一张支票，乃至于微信以及支付宝里的那些数字，其实通通都是钱。但事实上，一定要能真正兑换到钱，才能确定它是钱。在你未兑换之前，可以说它们都是幻觉。所以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胡思乱想或者假设才叫做幻觉。世间法几乎都是一种幻觉现象。我们再看，就像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与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，其实这不也都是一种幻觉吗？因为有的人虽然外在不怎么样，可是他内心里很美。其实谈这些都不能把握什么，可是事实上大家都这么说，所以可见幻觉原来是人为的标准。佛法呢，就是在教你在这种人为的错误的感觉中去认识与了解，去关照与察觉，从这上面去着手了解为什么要这样。比如我们大部分人都在拼命地争取地位名声，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会成为领导呢？甚至很多人想成为大领导。可是我们再看看这些个领导，他们在位的时候几乎是不可一世的，可是一旦下台了，真的是梦幻一场。所以幻觉事实上是根据人的错觉而去认定它的真实，其实都只是一种假象。所谓从幻觉上做观行，必须要如此的去探讨。好的，感恩大家，我是优步。